就是后天造成的挤疝气。是不是跟妇产科医师帮你剪掉脐带的手法有关系？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要以为你没生过小孩就没事。有一个族群就是胖胖的族群，你曾经很胖，然后瘦下来的族群，或它也可能是圆形或凸字形，因为你在胖的时候啊，把那个肌肉撑松了。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欧冠文医师。近年啊，因为 Y2K 的流行，那在穿着上很流行一些短版的上衣，或者是那种会露出肚脐的低腰裤。这种事情我就最明白，因为我的女儿就是青春期，就在这么冷的天气哦，她也要穿这么短的衣服。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会冷。很多韩团女生的团体，她在表演的时候也常常穿这样子的衣服，都是露出很漂亮的腰线，像是李多惠啊，像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那或者是NewJeans 的 Honey， 还有aespa 的那个 Winter， 对，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不只露出漂亮的腰线，那似乎他们的肚脐就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肚脐也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紧实，紧紧的一条，短短的这样子。所以呢，现在在网络上，肚脐的整形和肚脐的美丑也成为一个亮点。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谈一下肚脐整形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肚脐是什么产生的。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啊，跟妈妈的很重要的连接，妈妈就靠着那个肚脐的脐带，里面有动脉跟静脉，它传送养分给我们。那这条脐带呢，它就是从妈妈的子宫里一直连到我们的肚脐，再连到我们的里面去。那这条脐带在我们出生以后，把肚脐剪掉以后，它就功成身退了。那个血管它就会慢慢的萎缩掉下来。那肚脐就是这样来，它其实是一则疤痕，就是妈妈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疤痕。肚脐啊，以前大人都会说，什么肚脐要遮住，不然会感冒，就是说它可能会通到身体。那其实没有哦，肚脐它很单纯的，它就是皮肤而已，它就是一个疤痕而已。但是肚脐是一个凹下去的结构，所以呢，它的周围呢，其实会有很多，不管是脂肪啊，或者是腹直肌把它包围。那第一层是皮肤，也就是想我的头如果是一个肚脐的话，我第一层就是皮肤。那第二层可以支撑我在我旁边，让我站得好好的，就是我的脂肪。越胖的话，脂肪就会把我压得越小，在上面看起来的一个小洞。那最后一层我走出来的地方，就是2块腹肌的正中间，从筋膜上长出来的地方。这2块腹肌，如果你刚好那个脂肪非常的薄，但是你的肌肉练得很好，锻炼得非常厚实的时候，它一夹就是把它夹成直直的，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好像腹肌有在锻炼健美的身材的人的肚脐好像都直直的比较漂亮，就是这样，因为它就真的会把肚脐夹得直直的。肚脐的形状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肚脐的形状是天生的耶，就是有些人会说，是不是跟妇产科医师帮你剪掉脐带的手法有关系？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肚脐的脐带，第一个比较受先天基因的影响，那第二就是会受你腹部状况的影响啦。应该有听过一种新生儿的疾病叫挤疝气，就是他的肚脐的那个位置啊破掉了，肠子有点跑出来，然后这个时候肠子会凸出来，那这种就叫先天性的挤疝气，这个有时候需要开刀处理。那其他的肚脐的形状呢，它就是会受到它那个肚脐周围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很多它的形状都是后天的问题，就是跟你胖瘦啊、怀孕啊这些。那另外一个就是皱褶，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肚脐看起来里面像米字形星状的很不好看，可是那其实就是皮肤的问题啊。那种我觉得皮肤的问题就是还是可以靠手术解决，但是它就跟腹直肌比较没有关系啊。肚脐的深浅是天生的，还是其他因素影响？我觉得肚脐深跟浅跟你肚子胖不胖最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做腹部拉皮的时候会把整个肚子掀起来，掀到只看见肚子那一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肚脐其实它是从那个2个肌肉中间这样长出来的。如果你那个肌肉上面的那个脂肪很厚，看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深。那如果你体脂很薄，那甚至说你的腹直肌比较开，它看起来就会很浅，所以它的深浅会跟你的脂肪层厚不厚比较有关系。另外一个，它有时候也会跟你腹肌的锻炼有关系，但你腹肌越强健，你把它夹得越紧，你看起来会有比较深的错觉。肚脐会有几种常见的形状，那我们先来讲现在就大家觉得最好看的 I 型肚脐。因为呢，当你身材有良好的锻炼，你体脂肪很低，你的腹肌练得很好的时候，它通常夹起来，它看起来就是 I 型。而且 I 型肚脐因为它夹起来了，它不会把里面那个黑黑的或者皮肤的皱褶露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这样有简单利落的形状比较好看。那如果一般的人没有锻炼，
然后呢让它有点胖胖的。它本来在腹直肌的位置是 I 型的，然后它在上面都脂肪层嘛，脂肪层没有任何夹住的功能，它就会自由发展，然后所有的东西自由发展，最后就是发展成一个圆形，就跟压力都一样，它会发展成一个圆形。所以圆形就是胖胖的人比较常见。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族群会来问我肚脐的问题，就是生过小朋友的妈妈，因为他们在怀孕的过程中肚子很大，腹肌啊，它有时候就会被撑到裂开。但是呢，因为它裂开以后，肚脐的形状会改变。那你知道我们怀孕的时候啊，最常见裂的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小腹这个位置，是肚脐的上方那个位置的腹直肌会裂得最开。所以当你下面没有裂，上面裂开的，你就会形成一个倒三角形形状的肚脐。有一些妈妈呢，她非常辛苦，她可能是双胞胎，或者她的小朋友真的养得很好，养得非常大，这出来的4000公克那种。她有时候不只是肚脐上面裂，跟它下面一起裂，所以这种时候有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圆形的肚脐，甚至是凸出来的肚脐。因为它肚脐周围的那个可以挡住肠子的那个组织非常薄弱，它有时候就凸出来，就是后天造成的挤疝气。不要以为你没生过小孩就没事，有一个族群就是胖胖的族群，你曾经很胖，然后瘦下来的族群，这种也有可能肚脐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一字形，或它也可能是圆形或凸字形，因为你在胖的时候啊，把那个肌肉撑松了。还有一种肚脐的形状，它会是一字形，或是这样有点凹下来倒 U 字形，蛮常见于就是大量减重，然后皮很多的时候，它那个皮就挂在肚脐上，然后皮就垂下来这样子。很多小朋友感觉肚脐都有点凸凸的，他们是天生就是凸肚脐，还是长大后肚脐就会凹下去？如果小时候肚脐有一点凸凸，那个其实会慢慢好。那个有时候是你生出来的时候，那个腹壁啊，它还没有整个闭起来。那有时候等个几个月，它会慢慢好。那有时候小朋友就是这样，有没有一个肚子啊？那就跟我们胖胖一样，腹压很大，有时候把肚脐挤出来。但是等到我们长大以后，肚子的容量变大了，它不需要一直往外撑那个腹直肌，它慢慢就会回来了。像我女儿什么都没锻炼，那肚脐好直哦，好直哦。对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常见肚脐变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先天性的，就是有些小朋友生出来的时候啊，腹壁就是没有合得那么好，就是先天性的挤疝系。但是不用担心，它一部分会自己好，一部分它可以很轻易的透过手术就把它处理完毕。第二个是怀孕，怀孕真的非常的常见，因为怀孕几乎很难抵挡那么大的胎儿在里面把你的腹直肌撑开。第三个是肚脐的感染，很常见在穿肚脐环的女生，有时候她那边会产生疤痕，那有时候是她一直好好坏坏，那其实你好好坏要一直感染，它就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看的疤痕。要进行的有时候就不只是肚脐的整形，甚至还要需要做疤痕的修正。第四个是手术的痕迹。那我们如果是做一些胆囊啊，或者是胰脏啊这些肚子类的手术，它常常有一个洞会放在肚脐。那放在肚脐有什么好处？放在肚脐就是疤痕比较不明显，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刚好就是2个腹直肌的中间。但是这个疤痕它有时候也会造成肚脐的变形，疤痕它有时候会乱长啊，有时候血足肿啊。还有一种感染是有些小朋友他在脐带剪掉以后，如果那个步骤没有护理好的话，他有时候会感染了，长大就有一个疤痕，比较没有那么好看。那最后一个我也觉得算是常见，就是肥胖然后快速减重。胖胖的时候可能都还好，因为那个脂肪啊把你的整个肚脐啊撑得超长，所以通常看到这个圆圆很深的肚脐。但你一瘦下来，你的肚脐的两边的皮啊，它没有那个支撑，有没有？它就会想要左右乱倒这样子。而且它瘦下来以后会有很多赘皮，所以它可能会盖下来，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一字形或一个凹倒 U 的形状。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肚脐的整形呢？就是你不喜欢它的外观，你就可以去做改善。第二个，我们以前虽然没有这个肚脐美型的项目，但是我们很常一起做的手术是什么？就是从肚脐进去的手术。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在做腹部拉皮的时候，常常都会顺便做肚脐的整形，就会直接把你的腹直肌缝起来，让它把肚脐夹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个手术叫做内视镜的腹直肌手术。那它是什么手术？它就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并没有需要到腹部拉皮这么多皮需要去除的程度，但是她腹直肌就是开开的啊，然后它甚至中间有点凸凸的，肚脐的形状也不好看。这时候我们会从肚脐的上下开2个小洞，用内视镜进去把你的腹直肌缝起来。腹直肌缝起来后，肚脐也会一起夹紧，所以它就是一个在做腹直肌修补的时候可以顺便做的手术。那另外我们还比较常做的是肚脐环的疤痕修补。不过肚脐环对我来说有个好处哦，因为就像我们有时候做腹部拉皮、肚脐隆乳，或者是说腹直肌修补的时候啊，在肚脐周围会有一点点的疤痕，短短的，可能半圈这样子。那有些客人他会在意这个疤痕，这个我就跟他说哦。
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就去穿一个肚脐环，就可以把那个疤痕遮住，看不出来，而且还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样式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就是它真的有脊部的疝气、肚脐的疝气需要整理的妈妈，或者是一些减重后的病人，他肚脐真的是太薄了，他不仅是肚脐的形状整个撑开，它里面的肠子会膨出来，或这种时候它真的会有健康的考量。你知道急疝气不只是外观的问题，你如果说整个肠子卡进去那个疝气里面，而且被夹住，有时候会造成肠子的坏死，有时候会蛮危险的。当你的肚脐是凸出来的，而且里面非常薄，可以看到肠子的时候，那个是真的很需要修补的，就不要考虑了。对。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肚脐整形这个手术。那其实每个人肚脐的状况不一样，它有时候手术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通常最常见的还是腹直肌的修补。这个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它的疤痕通常不太需要担心。我们会从肚脐不是一个圆圆的嘛，我们会从上面开可能1/3个圆，下面再开1/3圆，看你是上面需要修补，还是下面需要修补，还是两边都需要修补。我们进去以后会找到腹直肌，它如果裂开，我们就会用线把它缝起来。把它缝起来以后，通常你的肚脐就会很好的被夹成一个直线，然后再把伤口缝起来。所以它的伤口就是上下的半圆这样子的形状的伤口。我觉得是术后蛮好照顾的手术，就是你把它用防水贴贴起来。一般来讲，洗澡啊或是淋浴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是不要去泡澡。那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做腹直肌的手术，请你1个月内不要做一些腹肌的锻炼。它这个手术，如果你有做一些肚脐的隆乳或者是腹部的拉皮，这个我们都会顺便做，它就是一个附带的小手术啦，就肚脐也会变漂亮的手术，也还不错。另外有一些女生比较少见，她是过来处理那个皱褶的，肚脐皱皱的不好看，像这种的话，有时候我还是会先尝试拉她的腹直肌，因为你把她腹直肌一拉紧，肚脐夹起来，夹住她就看不见那个皱褶。但是有些人她就是会有一些赘皮嘛、息肉或者以前没有愈合好的疤痕，长得比较不好看。这种时候我们会做修疤，简单的把那些疤痕啊或者赘皮做一个修剪。那像这种手术就更轻松，因为它没有动到腹肌，所以你就是等2个礼拜伤口好了就可以了。这个伤口是需要拆线的，2个礼拜拆线。麻醉方式一般来讲，局部麻醉就够了。如果你很害怕的话，我们也会请专业的麻醉医师让你睡着，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你做的如果是比较大的手术，像是你要跟内视镜的腹直肌修补一起做，或者是你要跟腹拉或肚脐隆乳一起做，这个当然都是全身麻醉让你睡着了。还有一件小事要讲一下，就是你如果单纯做肚脐的整形啊，然后是把腹直肌缝好，本来裂得越开的时候，我把肌肉缝起来，上面的皮没有动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会有点皱皱的，要可以接受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一点皱皱的都不能接受，那就要加做一个内视镜的腹直肌，就是把你整个那个皮整个都松开，让它平均分布分到旁边去。不然你只处理中间这一段，这边皮又很多，然后把它缝起来，那皮就会这样皱起来。但是那个要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它皮真的很松很多，它腹直肌就裂得非常开。会有这种问题。那经过今天的解说，大家有对肚脐这个部位更加的了解吗？那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你的肚脐是什么形状。第一个圆形，第二个倒三角，第三个凸出来的，第四个是让人羡慕的 I 型。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拜拜。